谭松韵突然弃演陈晓新剧，真正原因曝光，引发热议。提起谭松韵，观众脑海中总会浮现稳定、安全、亲和力这些关键词。出道20年，她几乎从未出现演技翻车的时刻，也鲜少卷入舆论风暴。然而，正是这样一位被认为不会出错的女演员，最近却站在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。新剧《逍遥》播出后，口碑与收视双双失利，让外界第一次开始认真讨论谭松韵是不是也需要一次真正的破局了。作为出道20年来首部仙侠剧，《逍遥》原本承载着谭松韵在类型上的突破期待。然而，宣传阶段定位模糊，让不少观众误以为这是一部主打三生三世的老套爱情故事，尚未开播便已引发逆反心理。剧情初期节奏拖沓，世界观展开缓慢，直接劝退了大量观众。但客观来说，谭松韵的表演依旧稳定，她并没有因为题材陌生而失去水准。问题在于，一部作品的成败从来不只取决于演员个人。可惜的是，市场往往只记住结果，逍遥的失利还是让她背上了收视不佳的压力标签。逍遥中，赵丽颖的客串本应是锦上添花，却意外成为舆论转移的导火索。戏份有限，人物发挥空间不足，让这次亮相不仅没能为作品加分，反而引发木头演技的争议。当讨论焦点从主线剧情转向客串表现，对一部剧而言本就不是好信号。而对谭松韵来说，更是一种无奈，作品失焦，演员再努力，也难以改变整体风向。在蜀锦人家逍遥之后，谭松韵已连续2部古装剧成绩不理想。即便观众认可她的演技，但市场反馈却足够冷静。正因如此，当古装新剧《种豆宫墙下》抛出橄榄枝时，她并没有立刻点头。并非角色不好，也并非制作不佳，而是她清楚意识到，此刻继续扎堆古装赛道，很可能让自己陷入努力却无回报的循环。种豆宫墙下原定由谭松韵搭档陈晓出演，这个组合在纸面上颇具吸引力。然而，现实远比剧本复杂。陈晓此前主演的大生艺人收视不佳，事业声量一度被前妻陈妍希压过。正值敏感阶段的他，希望通过新作品翻身，甚至愿意接受2番男主。但对谭松韵而言，这样的合作却存在巨大隐患。一旦开拍，舆论焦点极可能从作品本身转向陈晓与陈妍希的情感纠葛。对于一向低调谨慎的谭松韵来说，这显然不是理想局面。综合考量之下，谭松韵最终选择弃演种豆宫墙下，理由其实非常明确。其一，短期内不再继续消耗在古装剧赛道，她需要为转型保留空间。其二，不愿被动卷入他人的情感话题，让作品失去讨论重心。这并不是逃避，而是一次冷静、理性的职业判断。对一个出道20年的演员而言，知道什么时候不演，有时比演什么更重要。就在外界还在惋惜这次合作破局时，导演徐纪周向谭松韵抛出了另一份邀请，狂飙姊妹作《狂流》。这一次，她不再执着于是否为绝对女主，而是选择角色本身的挑战性。男主角确定由小巷人家中的王安宇担纲，新鲜组合加上现实题材背景，让《狂流》自带话题热度。对谭松韵来说，这是一次跳出舒适圈的机会，也是一次重新校准观众认知的尝试。有趣的是，在《狂流》中，谭松韵并非绝对核心角色，但她依然选择出演，原因恰恰在于不安全感。相比继续在熟悉的古装世界里稳扎稳打，她更希望通过现实题材，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自己。这种选择，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她对演员身份的野心，不只追求番位，更在意作品价值与个人成长。弃演种豆宫墙下，转投狂流，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资源更替，而是一种方向宣言。谭松韵用行动告诉外界，她不愿被标签束缚，也不愿被舆论牵着走。在娱乐圈这个高速运转的名利场中，保持清醒，远比盲目曝光更难。而这一次，她选择为未来下注，
而不是为短期安全感妥协。谭松韵与陈晓的合作破局，看似遗憾，实则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次必要的转弯。当一个演员开始为长线规划做减法，或许正是他走向成熟的标志。狂流能否成为他的新起点，时间会给出答案。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，谭松韵已经不再只是那个永远安全的选择。感谢大家耐心看到最后。如果你也关注谭松韵的作品与转型之路，欢迎点赞、订阅频道，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。同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更期待谭松韵的古装角色，还是现实题材的新突破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